嫁给宋隋的第4年，他的白月光离婚回国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我得了癌症，快要死了。在剩下不到半年的生命里，我始终扮演着宋隋的好妻子，一直到我去世。而宋隋在看完我留下的日记后，彻底崩溃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拿到那张薄薄的诊断书，我站在医院的门口，想给宋隋打电话。联系人的界面被我点进去又退出来，他的电话先跳了出来。对面的声音一如既往的低沉冷清，唤我名字时却放柔了些。念念，我今天晚上有点事，不回来吃饭了，可能晚上回来也晚，你早点睡。所有的话被堵在喉咙里。好，一如既往的简短，那边传来忙音，我却保持着接电话的姿势。天边残阳如血。我和宋隋结婚4年了，而我喜欢他有快10年了。我运气好，宋隋被家里催得紧，到处相亲，正好遇上我，外形条件都还行，就商量着直接把证领了。宋隋需要一个妻子，我正好合适。他是个性子很冷的人，不爱说话，情绪不外露，也总没时磨表情。我捂了这块冰2年，终于等到冰雪为我消融。我们开始变得像一对正常夫妻，生活在柴米油盐里，一点点变成我理想中的样子。只是现在，这个还没持续多久的美梦就要被打破了。就在今天，医生说我确诊了胰腺癌。我还知道，今天是他的白月光苏糖回来的日子，所以他忙着挂掉我的电话，去见他心心念念的人。我没有吃饭，在客厅等了他很久，一直等到夜色渐深，客厅的门开了，我也从昏沉睡意中被惊醒。宋隋小心地关上了门，脚步也放轻，客厅灯打开的那一瞬间，我们四目相对。他也只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眉头微蹙，怎么还没睡？在客厅不小心睡住了。我看着他笑，刚刚听见声音就醒了。宋隋嗯了一声，面色平静。我上前去接过他的外套，檀香混杂着栀子花的香味，直钻入我的鼻子，令人作呕。这是苏糖最喜欢的花香味。在我确诊绝症的这一天，我的老公开车去接了他回国的白月光。我应该要开口问他的，可我只是张了张嘴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。第二天，我仍旧起得早，像往常一样去给宋隋做早餐。宋隋有胃病，严重的时候在医院住了半个月，我就一直陪着他。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说他找了个好老婆。宋隋坐在病床上，容色倦怠，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并无波澜。病房里只剩我们2人的时候，他又开口，找个护工也是一样的。我削水果的动作一致，本来完整的果皮断开，他似是察觉，又补上一句，你也不必这么辛苦。不一样，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，可人总会觉得亲力亲为会好过假他人之手，对自己喜欢的人总比别人上心。哪里不一样？我看着他笑，没头没脑地给出一个不相关的回答。你是我的丈夫。他的胃病莫根治，出院后我总想着给他养胃。宋隋是工作狂，经常忙起来就忘记吃饭。我早上起来就给他做早餐，有时候得空了就去他公司给他送饭。偶尔忙，我就在饭点的时候提醒他。一晃2、3年，好多事就成了习惯，比如早起。今天宋隋起得比平日早，我没来得及给他整领带，就见他拿着桌上的饭盒急急往外赶。
出门时，他脚步顿了读，回头看着站在客厅里的我，面无表情的脸上落了一点暖意，像新雪初霁。我出门了，念念，路上小心。像之前无数个早晨。中午去给宋随送饭，也不过是我临时起意。我没和宋随说，公司前台的小妹也认识我，打了个招呼就让我上去了。我来过宋随公司很多次，他也大大方方地把我介绍给所有人，这位是我夫人。这个称呼带住点上个世纪的古老气息，却又让人无端联想起那时候不渝的情谊。我也恍惚以为我们能够一辈子这样走下去，可生活总是爱开玩笑的，先赐你美梦，再把它打碎，让你在一地狼藉中窥见它本来狰狞的面目。比如现在，我看见我的丈夫正在和他久别重逢的白月光交谈，他手里拿住的是我给宋随放早餐的饭盒。苏糖好像一直没变，还是以前大学时的模样，长发披在肩头，笑起来时就像无害又狡黠的猫。谢谢啦，宋总，早餐很好吃。没事。宋随接过饭盒。苏糖还想再说什么，目光却忽然瞟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我。他一下子变得惊喜，眼睛弯得像月牙儿。念念，好久不见。他冲着我快步过来，想抓我的手，却在发现我手里的饭盒后愣了一下。你来给宋随送饭？早上的早饭也是你做给他的吧？抱歉呀，我实在是有点低血糖，宋随就让我吃了。早知道原来是你给宋随准备的，我就不吃了。苏糖不好意思地冲着我笑，不过我还想夸一句，念念你的手艺真好。当然好。宋随胃不好，嘴巴也刁，我的厨艺是为他一点点练出来的，他知道的。我也像他一样笑，只是后背藏起那只手，指甲快要刺进肉里。那一刻，除了愤怒，我突然觉得好不甘心。报复的计划也在那一刻一点点清晰起来。宋随不会出轨，哪怕我仍旧对苏糖的出现感到恐慌。我努力扮演着一个合格的妻子角色，道德感与责任的枷锁会架在宋随身上，我不知道最后先扛不住的会是他还是我。晚上回来时，他给我带了礼物，粉色的钻石在灯光下璀璨夺目，精巧的设计一看就价值不菲，很漂亮，但我并不喜欢。我很少戴首饰，只有陪着宋随去参加晚宴的时候才会打扮得隆重。宋随不善言辞，我知道这个礼物无非是他对今早发生的事情的道歉与弥补，我还是笑着收下了。宋随神色稍有缓和，我不知道他是为我不计较，还是为我不生苏糖的气。我把盒子随手放进抽屉里，自己先他上了床，却一直没有睡着。等到他回到房间，在我身边躺下，熟悉的檀香味侵袭而来，男人从身后小心翼翼地拥我入怀，属于他人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衣料向我倾斜，我闭上眼，呼吸均匀，一直到身后的人熟睡，我却全无睡意。上腹部的不适感愈发重了。我睁开眼，月光透过窗户落了一地银白。我看了好久好久，久到世界寂静的像只剩我一个人。我似乎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，我快要死了。早上宋随出门，手机的日历推送了一条消息。我匆匆瞥了一眼，才记起今天是去看妈妈的日子。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他不爱我妈，早就和别人暗通款曲，生下来的女儿比我还大。我妈一个人带着我养家糊口，所以我发誓要好好读书。只是我运气不好，成了小团体霸凌的目标。哪怕我其实什么都没有做，或许只是我的穿着让他们看不顺眼了，
又或许只是我某天说的一句话让他们记恨了。我不敢和我妈说，老师也管不住他们，我越反抗，他们越是变本加厉。被好多人围住的那天，我其实存了些玉石俱焚的心思，包里砖头粗糙的触感让我心头稍安。为首的女生轻蔑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，下一秒就要宣布对我的审判。然后宋随出现了，他很聪明，知道事情不会只发生一次。他有意识的维护，帮我挡下了那些人卷土重来的心思。我平平安安地度过了3年的初中时光，所以才让我义无反顾地追在他身后，考上了和他一样的大学，成为了更好的人。可是我晚了一步，就像宋随是我的光一样，他也曾遇到过他的光。苏糖也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，我给我妈带了点东西，如今她有了新的家庭，我在这里坐了10几分钟，跟她简单聊了几句，礼貌地道了别。打车回去，走到社区门口，离得远远的，我就又看见他们了。苏糖和宋随并肩而行，不知道讲到了什么，我瞧见我素来冷淡的老公弯了唇角，眼角的笑意柔软。我愣在原地，见他们说笑，草丛后面忽然窜出来一只脏脏的小狗，对着苏糖叫了2声。两人了停下来，苏糖想去摸它，小狗吼叫着往他腿上扑，吓得他直往宋随怀里钻。宋随扶了他一把，手落在他腰间，又快速松开。侧头时，恰好瞧见站在那里我，苏糖的反应比他还快。念念，我木木地走过来，苏糖刚要说些什么，我先他一步弯腰，抱起地上那只脏脏的狗。小狗好像也被吓到了，往我怀里钻，但也不挣扎。宋随，我看着他笑，我要养他。气氛一下子冷下来，我只是笑着，重复了一遍，我要养他。宋随陪我去了宠物医院，给狗狗做了检查，才发现它身上的毛病很多，骨头裂了，腹部有划痕，还有数不清的小毛病。但它很乖，让医生检查也不吵不闹，只是安安静静地趴着。宋随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一直到检查完回家，他也什么都没说。狗狗放在医院住院了，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年年。到家时，我们之间的气氛骤然僵硬。宋随不开口，我也一直保持沉默。直到我们俩都进了卧室，橙色的暖光灯一下子将房间变得很温馨。我坐在床上，看见宋随穿着睡衣进来，暖洋洋的光落在他身上，将凌冽的眉眼都柔和了几分。他情绪不外露，偶尔我见他笑，也只是唇角微微扬起，像昙花一现，很快又消失。我不知宋随对我有多少感情，这么些年，我以为他多少也有些心动。只是这些想法，在苏糖回来后立马显得很可笑。宋随，我忽然唤他，他抬眸看我，神色无辜又冷漠。你说的话还算数吗？什么话？你说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会一辈子对我好。我看着他笑，宋随却忽然脸眸，声音淡淡，怎么忽然问这个？眉时磨，忽然想起来，上腹部隐隐约约的疼痛袭来，腰间的痛感在夜晚加剧，脑中神经一跳一跳，像是被拧紧的绳。会的。他回答的那瞬间，房间的灯一下子熄灭，男人炽热的气息随即落在我的脸颊，轻轻落下一吻。晚安，念念。身后人的呼吸渐渐趋于平缓，我小心地从他怀里挣脱，翻身与他面对面，然后借着月光，一寸一寸描摹他的容颜，从眉骨到下巴。宋随不会出轨，但他处处都会念着苏糖。我忽然就想知道，我死之后，宋随如果回想起现在，他会是什么心情？
从医院出来那天，我想了好多好多，最后又全部在脑海里打结成一团乱糟糟的毛线球。最先冒出来的一个想法是，我死了，宋随要怎么办？他总要再娶的。我那时候想，苏唐离婚了，他死了老婆，两个人走到一起也没关系，可绝对不是现在。所以我反悔了。第一次遇见苏唐是在10岁生日那年，我妈难得空出一天陪我去餐厅吃饭。那家餐厅很高档，里面的菜品都价格不菲，妈妈只点了几样。坐在我们不远处的是一家人，3个人欢声笑语，而我和我妈则显得有些沉默。那个桌上的女孩子一直在笑，穿着漂亮的公主裙，还戴着一个会发光的皇冠。她的爸爸坐在她对面，一直不停地给她拍照，直到她爸爸起身去厕所，熟悉的侧脸让我手中的叉子直接砸落在桌上。我妈注意到了我的异样，顺着眼神看过去，又平淡的回眸。要过去打个招呼吗？她平静地问我，怎么说他也是你爸爸？爸爸回座位的时候，小女孩笑着跑过去接他，被他一下抱住，举起来，两人脸上的笑容都异常灿烂。我摇了摇头。我记忆里的爸爸很模糊，因为他从来不曾亲近我，偶尔我想和他撒娇，也被他冷冰冰的训斥。割裂的父亲形象曾经让我困惑过很长一段时间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只是不爱我而已。所有那些在我看来遥不可及的东西，对苏唐来说都是唾手可得之物。我还是假装一无所知地对宋随好，偶尔闻到他衣服上的栀子花香味。有时看到苏念的朋友圈拍的图片里总有宋随的一点影子，隐晦又明显。我每条都停留很久，然后再给他点个爱心。但我从不说，就像以前一样，维持着表面的平和，却隐隐约约的透出几分山雨欲来的意思。只是比起之前，我辞了职，家里多了个年年，还有，我又捡起了写日记的习惯。每天写，记录每天无聊的日常和自己的身体状况。我开始整晚睡不着，腹部总是顿顿的痛。每天给宋随做饭，只是到自己吃饭时，我盯着桌上的菜看很久，却没有了吃下去的欲望。再去看我妈时，我们照旧只是聊了10几分钟的天。临走时，乘着她不注意，我将贴着密码的银行卡塞进桌上的一本书里，里面是我大半的积蓄。这是最后一次来看她了。她送我到家门口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又添上一句，注意身体。谢谢，你也是。我妈会过得很好。她不爱爸爸，也不爱我，但她还是负起了母亲的责任，将我健康的抚养长大。后来大抵是报应，我爸破产了。但是我妈的福气来了，她嫁给了她喜欢的人，生下了弟弟，一家3口很和睦。宋随晚上回来的早，我做好饭时他正好回来，菜肴在桌上冒着热气。我们好久没有这样一起吃饭了。从苏唐回来，他就变得越来越忙。宋随教养很好，食不言寝不语。从前我觉得两个人就这样坐着，不说话就很美好。宋随慢条斯理地夹着菜，我简单吃了2口，就再没有胃口，腹部又开始隐隐作痛。恰好年年从楼上下来，一下钻进餐桌下。我放下碗筷，宋随看我一眼，我解释说，我去给年年弄点狗粮。年年的房间在2楼，是我把原来的杂物间收拾出来给他做的哦。碗里的狗粮已经一点不剩，我添了点儿，年年摇着尾巴闷头吃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情好了点。腹部的疼痛陡然加剧，喉咙涌上一股腥甜。我用手捂住嘴巴，再拿开时，上面猩红的血刺得我眼睛发痛。年年忽然停了嘴，
扭头扑到我脚边，冲着我叫。我扯了张纸将血擦去，又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，蹲下身子狠狠撸了一把他的狗头，轻声：我没事。他又叫了2声，饭也不吃了，就往我身上扑。我把他抱起来，他就不叫了，一个劲地蹭我。房间的门框被人扣响，宋随站在门边看着我俩，温声道：先吃饭，念念。我实在没胃口，强撑着吃完。宋随去厨房洗碗，等他出来，见我在沙发上抱着年年玩，便坐在我边上。念念，我最近忙，过段时间闲下来了，我陪你去海岛，好不好？我揉了揉年年的耳朵，应道：好。和宋随去海岛度假，一直在我的愿望清单上。从前我们之间太陌生，领了证之后也没有度蜜月，只是照常生活，上班下班。后来关系好了，我便一直想着能够和宋随去一次海岛，就当做迟来的蜜月。我没有把这点小心思告诉宋随，只是和他提了几次去玩。可工作狂的当期排得太满，只能一推再推。如今倒是他提起来了，余光瞥见他在看我，凤眼微弯。我假装没看见。他又开口：下周3有个晚宴，你那天有空吗？陪我一起去。我动作一滞，又迅速恢复平静：我不去了。宋随也莫多问，只是点点头。我的目光一直落在年年身上，再没有管宋随。苏唐刚回国，人脉圈子小，这么好的机会他不会错过的。如果他和宋随开口请求，宋随也不会不管他。趴在腿上的年年哼了2声，我摸了摸他的头。只是宋随可能不会想到，我会出现在他背着我带苏唐参加的宴会上。我还是来了。宴会上灯光璀璨，西装革履的男人与金赞悦耳的女人在厅中不断移步，觥筹交错，宾主尽欢。而我站在最边缘，格格不入，就像一个闯入者。宋随很好找，我在他身后追了10几年，无数次从人群中搜寻他的身影。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，长身鹤立，身边挽着他手的女人穿着一袭红裙，明艳得像一朵玫瑰。是苏唐。看他们穿梭在名利场，谈笑风生，像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。哪怕早就料到这样的场景，亲眼见到时，仍旧像是被人重重甩了一巴掌。心脏剧烈跳动，不安的藤蔓紧紧包裹，又不断收紧，疼得像是要炸裂开来。脑海中的线再次散成一团乱麻，额角青筋一下一下跳动。可我什么也没做，只是站在这儿，看着他们挽着手，笑着和每个人打招呼。我看见有人朝着宋随走过去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向他指了指我的方向。宋随偏头看过来。我没有穿漂亮的礼服，也已经很瘦了。我很久不敢照镜子，怕看见愈发突出的颧骨和隐隐透露出骷髅面相的自己。我知道他看见我了，因为他的脸色一下就变了，很难看。隔着攒动的人群，我们就这样遥遥相望。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笑也没有哭。看到他变了脸色，挣脱苏唐的手，要过来找我，隔着人群，他的步伐显得艰难。我却忽然冲他笑，然后转身离开了这个地方。到家时，我直奔自己原来的房间，脑海中乱成一团的线相互纠缠，怎么也解不开。心脏处的藤蔓反而越缠越紧，好像下一秒就要爆裂开来。我终于再也无法保持冷静。书桌上所有的东西被我扫落在地，砸在地上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还不够，摆在架子上的书被我疯狂地撕扯着，纷纷扬扬的纸片散落在地上，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。还不够，架子上摆着的小摆件，
化妆品、护肤品，宋随出差给我带的精致的工艺品，还有我和他一起拼的积木。破坏欲与暴虐交织，情感冲动在脑中耀武扬威。地上一片狼藉，混乱的，就像我残破不堪的生活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剪刀已经抵上了手臂，而年年正在我的腿边疯狂叫喊。小狗的叫声尖利又急促，见我垂眸看它，忽又安静下来，张开嘴巴，露出一个傻呵呵的笑。手中的剪刀砸落在地，年年赶紧朝我身上扑，一边扑一边叫。我木然地将它捞进怀里，它便用毛茸茸的头使劲蹭我，小小的身体温热。我抱着它，忽然就掉了泪。所有冲动褪去，破坏带给我的并不是满足，只在我心底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。如此折磨。宋随回家时，我已经把房间都收拾好了。他想和我说话，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笑。我知道他想解释，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。我陪了他4年，和他在名利场中周旋。宋随不善言辞，但条理清晰，所有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冷冰冰的。是我一点点教他如何处事，如何和那些老油条打交道。他如今在这种场合游刃有余，只是出了这名利场时仍旧惜字如金。从前觉得他什么样我都爱，现在想来，或许不过是和我没时没话说。我笑着开口，将他所有的话都堵了回去。没关系，我知道苏唐刚刚回国，没有人脉圈子，你想帮帮他，就带他去了晚宴。宋随的脸色变了变，是，没关系，我看着他，声音温柔，我不介意的。宋随看着我不说话，四目相对，我始终温柔地望着他。好半天，他终于错开眼，却忽然抱住了我，搂得很紧，像是要将我嵌进他身体里，让我有些喘不过气。男人温热的呼吸落在我的耳畔，念念，亲密无间，你瘦了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檀香味混着栀子花香围绕，我硬生生克制住了自己想吐的欲望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照例送他去上班。本以为他要走，宋随却忽然在客厅停了脚步。念念，他温声道，我忘记系领带了。我有些无奈，上楼随手给他拿了一条，递给他。宋随没有接，低下头，帮我，念念。我依言帮他系，宋随低着头，乖乖的，等我扯好，好了。腰身却忽然被人禁锢住，往前带着与人贴在一块。我抬头看他，宋，所有的话被堵了回去，唇上一片温热。宋随掐着我的腰吻我，很凶，攻城略地，像是撕破了伪装的兽，带着凶狠的欲望。分开时，男人的眼尾氤氲出一片薄红。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宋随又在我额头上落下一吻，唇角微扬。我走了，念念。我笑着道别。我约了苏唐，时间定在上午10点。我如约而至，在咖啡厅里又等了他半个小时，他才姗姗来迟。苏唐很漂亮，早年爸爸没破产时就过得养尊处优。后来爸爸破产了，她还是命好，嫁到国外，如今离婚回国了，又有宋随处处帮她，多幸运。苏唐在我对面坐下，妆容精致，笑容甜美。而我眼下黑眼圈浓重，消瘦，气色极差。念念，怎么突然约我出来？我们之间的交集算不上多深厚，顶多算是同校校友，也不知他怎么能这么亲近地喊我。桌上点的果茶我一口没喝，冰凉的触感让我理智回笼。你已经点好了呀？苏唐的眼神落在桌上，又笑着唤了服务生，一杯冰美式。末了撑着下巴看着我笑，你家宋总也爱喝冰美式，我原来不爱喝，
最近倒是喜欢上了。我抿了一口果茶，没有接他的话。苏唐的笑容乖觉又无辜。一开始告诉我他离婚回国消息的人也是他。多年不见的人忽然加上我的微信，语气礼貌却又挡不住的得意洋洋，像是迫不及待的要告诉我，我回来抢你的丈夫了。果茶的香味散尽后，嘴中只空留苦味。苏唐的冰美式还没有上，他的目光一直放在我身上。见我抬眸看他，嘴角笑意加深，说起来还要谢谢你家。突兀又响亮的声音在大厅传开，三两坐住的客人伸长了脖子往我们这边瞟。苏唐的脸偏向一边，白皙的脸颊上晕开一片红，像是被我突然的巴掌打懵了。他捂着脸转头看我，念。我不想听他喊我名字，一巴掌也不够解气。拿起桌上的果茶，举在他头上，果茶一下浇了他满头。深色的液体顺着他的头发落下，滴滴答答打在桌面，还有部分在他白色的衬衫上晕开。杯底的柠檬、桃子、果粒粘在他的头发、衣服和包上。他的妆防水效果不好，眼影晕开一片，看上去滑稽又可笑。他愣了一下，咖啡厅里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我们，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他忽然红了眼眶，渲然欲泣，惹人怜爱。念念，你这是……苏唐，我冷冷地打断他的表演。你自己知道，别在我面前耍什么绿茶把戏。他眼中泪光闪闪，半落不落。你回来就是为了宋随，你知道宋随会对你好，你想把他抢过去，对吗？我好整以暇地看着，声音平静。他的脸色煞白一瞬，又立马冷静下来，从包中抽出湿巾，慢慢擦去脸上的污渍。是呀。苏唐看着我，慢慢勾起一抹势在必得的笑容，声音压低，念念，感情的事情强求不来的，已经撕破脸皮了。我看着他，却忽然笑了。你说的对。苏唐，你要不要和我赌一把？赌赢了，他就是你的了。我甘心让位，你也不用背上小三的烦恼。苏唐静静地看着我，嫣然一笑。好啊。宋随回来时，我正在房间写日记，听见他开门，我放下笔，把日记本塞进抽屉。宋随最近回来的都很早，有时候晚上也陪着我一起去溜年年。晚上我坐在床上看书，他忽然凑过来，一下将我搂进他怀里。我靠在他身上，感受着属于另一个人偏高的温度。他把下巴搁在我头上，跟着我一起看手里那本狗血言情小说。读到男主给女配撑腰，女配给了女主一个巴掌，女主哭着喊：“我才是你的妻子啊！”他环在我腰间的手收紧了些。我若无其事地翻到下一页，继续看男主一次次帮着女配打压女主，女主一次次伤心难过，最后狠下决心离开男主。男主幡然悔悟，立马开始追妻，兜兜转转，两人 happy ending。 书看完到了半夜，我想起放在另一个房间的安眠药，从宋随怀里挣脱开，他却没有放手，把我禁锢在他怀里。宋随，我喊了他一声。他低低的应下。房间里一下子变得很安静，安静到我能听见他的心跳声。念念。他将头埋在我肩上，隐隐约约透露出几分委屈的意味。你以前不叫我全名的。我忽然有些想笑。宋随以前也不叫我念念，只是带着疏离又陌生的态度，礼貌地喊我岑小姐。原来我们都变了。我翻了个身，将脸对着他，手也环上他的腰，笑着唤他阿随。他看着我，眼神细细地探究我每一分的情绪，
最后脸眸又将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些。念念，我从前不知道宋随能表现得这么深情，可如果他真的爱我，又为什么对苏唐那么上心？距离我约苏唐见面已经过去1周了，结婚纪念日将近，宋随撵我愈发紧了。日记写到第100天，这天也正好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我之前随口一句，被宋随记在心里，早早回了家，一个人在厨房忙了一下午。我带着年年出去玩了再回来，家里已经被他布置好了。桌上的饭菜散发出诱人的香气，宋随站在一边，嘴角噙着笑，望向我时眼神柔软。念念，欢迎回来。玫瑰与音乐俗套又浪漫。香槟下压着2张机票，日期是后天。我看了眼宋随，又看了眼机票，笑起来。墙上的指针指向8点，所有的气氛都很好。直到苏唐的电话打过来，美人哭得梨花带雨，说她好难受。她喊着原来那个属于他们之间的亲密称呼。小随，我真的好难受，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，你过来帮我好不好？小随。浪漫的气氛戛然而止。宋随看了我一眼，只是那一眼，我就懂了。念念，抱歉，我把他送到医院就回来，很快的。我只是问了他一句，可以不要去吗？宋随看着我，没说话。气氛一下子降到冰点，我看见他唇角笑容消失，又变回4年前那个宋随，冷冰冰的，和我还是陌生人的宋随。他一开眼，又向我保证，我马上回来，不会错过结婚纪念日的。我们好像僵持住了，最后我松了口，我说好。宋随转身往门口走，我就站在客厅看着他的背影。见他回头，我微笑，像之前无数次那样，像一个合格的妻子对待丈夫。我说，路上小心。他说，好。我看着他消失在夜色里，音响中的音乐还在流淌。我随手将它砸在地上，巨大声响过后，客厅里一下失去了所有声音。我转身回了房间。宋随今天不会再回来了。我知道，苏唐赌赢了，可我也没输。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将门反锁住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，翻到最新的一页。最后一页，落笔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很艰难。脑海中的所有事情再次散乱，像无法解开的乱码。腹部、脑袋、心脏处都像是被人用刀剜开。我忽然觉好冷，像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寒。握笔的手有些颤抖，可我还是一笔一画地写下。某某22年8月25日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宋随给我下了厨，还布置了家里。他还准备带我去海岛玩了。仪式还没有开始，苏唐的电话打过来了。宋随去找苏唐了，他把我丢下了。我再也去不了海岛了。再见，宋随。眼泪滴落，在纸上晕开一片墨字。可我却没有半点悲伤的情绪，掉落的眼泪是疼痛带来的。我是靠爱活着的，别人的爱和自己的爱，因为没有人爱我，我就只靠着对宋随的爱活着。我曾经那么爱宋随，这满腔赤诚被消耗光之后，我就只剩下躯壳了，就像蜡烛烧到了尽头，活不长久的。我对宋随的最后一点爱，也在今天全部消散了。最后一个字落笔，我坐在桌前开怀大笑，笑得畅快。我的戏份到今天结束了。为什么瞒着宋随？为什么要一直假装对他们的苟且视而不见？为什么给机会给苏唐？我送给苏唐的，不是攀上枝头的藤蔓，
而是锋利又尖锐的刀。活人是争不过死人的。宋绥不爱我也没关系，但他这辈子都忘不了我。他对我有愧，我要让他内疚，让他悔恨。我要让他看着这本日记，让他一遍遍体会我的心情，让他一辈子都在回想他的妻子身患绝症，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中，他究竟是怎样一点点将他推向一个更绝望的深渊。这场荒谬的舞台剧由我的死亡推动高潮，接下来轮到宋绥和苏唐了。坚硬的安眠药药片堵在喉咙，卡得我难受，只靠着吞咽的动作将它们全部吞进肚子里。摆在台面上的不只有我的日记，还有精心为他编写的食谱。他的胃不好，嘴又刁，这4年我一点点琢磨出来的，和他的口味，也是我送他的一份大礼。我安静地躺在床上，双手交叠，等待着死神的降临。房间里很安静，直到门外传来一声狗叫，有重物不断地扑到门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而我看着天花板，对这一切都置之不理。年年还在叫，睡意却开始占据我的大脑，一时逐渐消失。宋绥忽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慌，就好像自己马上要失去最重要的东西。也像那天宴会厅里，他看着站在远处的岑念，脸色苍白，身形瘦削，就好像下一秒要离开他一样。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在叫嚣，抓住他，不要让他离开。可他还是走了。巨大的心慌笼罩，他甚至忘记了自己参加宴会的目的，心不在焉地待了1个多小时后，赶紧回了家。他以为岑念会生气，会吃醋，会生气地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。可他没有，他只是坐在沙发上冲他笑，然后用一种堪称温柔的语气给他解了围。患得患失的情绪没有得到安抚，反而愈演愈烈。没关系的，宋绥安慰自己。岑念很爱他，他一直知道岑念爱他，因为他从来直白、热烈又赤诚。他知道岑念会包容他，会原谅他，所以当苏唐的电话打过来，带着哭腔喊着那个曾经熟悉的称谓时，他才会答应下来。岑念会理解他的。他把苏唐送去医院，挂上了点滴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却忽然拉住他的袖子。苏唐眼角还有未干的泪滴，红着眼，小绥，你在这里陪陪我，好吗？宋绥想拒绝的，他答应了岑念，不会耽误结婚纪念日。可苏唐就这么含着眼泪看着他，身体单薄，微微发抖。又是晚上，他还是心软了。宋绥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2天凌晨了。客厅的灯没有关，在将亮未亮的天色里露出一点暖色。宋绥加快步伐，想快点回去见到岑念。他食言了。可是卧室里并没有岑念的身影，书房也没有，他曾经一个人住的房间也没有，到处都没有。餐桌上的饭菜已经全部冷了，却没有被动过一口。客厅的一角摆着音响的残骸，是被人用力摔在地上的。家里只是少了几件他的衣服和年年。岑念生气了。宋绥以为他不过是赌气去旅游了。没关系，等他气消了就好。等他过几天回来，再和他道歉，和他说明情况。可是等了几天，岑念却一直没有回来。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。岑念的手机关了机，同事说他3个月前就辞职了。他的妈妈说有1个月没有见他了。麻烦您转告他一声，有时间了把银行卡拿回去吧，我不用他的钱，他自己收着就好了。中年女人的态度礼貌又疏离。宋绥似乎才从中品出一丝不对劲来。恐慌卷土重来，甚至比之前更甚，像是短暂退去后又掀起一场巨浪。
宋随开始查岑念的行踪，查他这些天的社交，还查了行车记录仪。岑念这些天的日子似乎过得很简单，早晨出门在外面逛逛买菜，中午回来吃饭，下午又带年年出去玩，如此日复一日。只是有时会开着车去医院。宋随不是傻子，一系列的行为串联起来，答案呼之欲出。他夜晚偶然惊醒时，看见他靠在床头望着窗外，却无半分睡意。他抱着他时日渐清瘦的身体，还有餐桌上日渐沉默的气氛和他紧锁的眉。宋随不信，因为他什么都没和他说。可他不能不信，因为他什么都没和他说。宋随找了他很久，可岑念就像消失了一样，怎么也找不到。1个半月后，陌生的电话打到他手上，告诉他岑念去世了。岑念死在一座海岛上的疗养院里。宋随赶过去的时候，他的骨灰已经被撒进了海里。接待他的是岑念的护工，年轻的女人对他的态度冷漠。在岑念居住的房间里，他将3本笔记递给了他，这是岑小姐的日记和一些其他的记录。女人顿了读，又说：念念姐本来要我烧掉的，但我觉得宋先生应该看看。临走时，他又看了宋随一眼，眼里是藏不住的冰冷。宋随在房间里静静地坐了一下午。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，室内都暖洋洋的，可是他坐在这里，却感到一种像被人扼住喉咙的窒息。一直到半夜，他翻开了岑念的日记，那些被他刻意忽视的细节，那些潜藏在暗处的血泪，所有他一个人吞下去的苦痛，丝丝缕缕织成一张锋利的网，将他的心脏划得支离破碎。某某22年5月17日，医生说我确诊了胰腺癌。他看我的眼神带点怜悯。其实他说的话好多我都没有听进去，反正就是治不好了。医生让我尽早住院治疗。我不想，我不喜欢医院，冷冰冰的墙，无处不在的消毒水味和沉闷的气氛，也没有人陪着我。我想打电话给阿随，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怎么说呢？难道要告诉他我快死了？还是不说了？可阿随的电话打了过来，他说今晚有事，晚点回来。我忽然就想起来，今天苏唐要回来了。阿随去接他了吗？某某22年5月18日，去公司给阿随送饭，遇到苏唐了。他还和以前一样好看。早上给阿随做的饭被他吃了，我很生气。可后来我想通了，我给了阿随的，就是他的了。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某某22年5月21日，去见妈妈了，她过得很好。我本来想告诉她的，想了想又觉得没必要。妈妈现在已经很幸福了，我不应该打扰她。回来时碰见了阿随和苏唐，还有一只小狗。我想养它。话出口的瞬间，我就看见阿随的脸色变了。可我就是要养它。宠物医院的医生问我它叫什么名字，就叫年年吧。年年，念念。某某22年5月22日，昨晚睡前，我问阿随，他说的话还算数吗？他说算。要是我傻一点就好了，我就不会看出他的躲闪。阿随，辜负真心的人要吞1000根银针。某某22年5月25日，我在朋友圈里刷到阿随了，他出现在苏唐发的照片里。一场青年才俊的饭局，左下角露出他的小半张脸。他的配文是：有个商界大佬当朋友真好啊。我也觉得很好，于是给他点了一个赞。某某22年5月28日，年年到家也有几天了，网上买的狗狗用品到了。
我去驿站看了下，老板把它们都打包在一起了，有点多。宋随回来时，我和他说让他帮忙拿一下年年的快递。他说好，然后转身去了书房。他会记得的吧？某某22年6月1日，儿童节，带年年出去玩了一天。回来时路过驿站，我想了想，还是进去拿了快递。驿站的师傅人很好，说他帮我搬上车。年年的房间在2楼。我没有等宋随回来。某某22年6月7日，我的睡眠品质好差，还总是睡不着。白天带年年出去玩，路过一家蛋糕店，我想起自己很久没有吃甜点了，买了一盒提拉米苏。可带回家后，我忽然又没有胃口了。以前我明明很喜欢吃的，可现在看着黏腻的奶油，我却只觉得恶心。某某22年6月19日，宋随好像越来越忙了，总是告诉我晚上不用等他了。他从我的生活中退去之后，却频繁地出现在苏糖的朋友圈里。我偶尔也会羡慕苏糖。小时候爸爸爱她，长大了丈夫爱她，离婚了，我的丈夫也爱她。可我好像什么也没有。某某22年6月25日，我彻底失眠了，整夜的清醒和愈演愈烈的病痛，站着也痛，坐着也痛，躺着也痛，很痛很痛。镜子里的人气色差到极点，脸色隐隐有蜡黄的趋势。某某22年6月30日，宋随回来吃晚饭了。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饭了，逼着自己吃了一口进去又会被吐出来，索性就只吃一点。我借口去给年年喂饭，然后吐血了。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女主角身患绝症，咳嗽着吐出一口鲜血，若惜子捧心，娇弱凄美。女主角的待遇我没有，女主角的病倒是得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不过是吐口血而已。比起病痛与失眠，吐血竟也显得无关痛痒了。某某22年7月5日，宋随问我要不要去参加晚宴，我说不去了。我很久没照镜子了，夜里睡不好，吃不下东西。早上刷牙时偶然抬眸，镜中的人有些陌生，两颊消瘦，颧骨微微突出，眼下青黑，唇色泛白，好像一下苍老了许多。可我明明不过20几，风华正茂的年纪，越到最后会越严重。消瘦、黄疸、腹痛、神经衰弱，如枯骨之躯，如影随形，折磨着我，直至死亡。我不要死得那么难看。某某22年7月11日，我食言了，我还是去了宴会。宋随和苏糖很般配，如果不是疯了，这个念头也不会在看到他们的第一眼就冒出来。后来宋随看见我了，他要过来找我，我却跑了。我发现我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，如果不是年年在身边，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。某某22年7月18日，腹痛、失眠，吃饭又吐了。某某22年7月22日，放在房间里的剪刀沾了血。回神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手臂破了一个口子，赶紧包扎好了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我准备明天去医院开点安眠药。某某22年7月26日，腹痛、呕血，吃完饭会变得更痛。我不想进食了。某某22年7月30日，躺在床上差点痛晕过去。意识回来时看见年年在床边舔我的手，我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，拿了手机想刷一下朋友圈，打开就见苏糖去了海边。9宫格的风景很漂亮，在最后一张，我看见了宋随的一只手，上面还戴着我们的婚戒。
某某22年8月1日。痛。某某22年8月5日。去医院开了止痛药。某某22年8月15日。我献了苏糖。她好漂亮。我已经很久没照镜子了。我知道自己现在变得很丑了。某某22年8月20日。安眠药好像开始失效了。医生劝我住院算了。他说越到后期会越痛苦。我拒绝了。本来也没打算活到最后。某某22年8月25日。原本的字被黑线划去了。又新添2句。岑念死在了这一天。可是年年救了他。某某22年8月25日。我本来应该死在这一天的，可是年年不让。他一直叫，一直叫，好吵。吵得我睡不着。吵得我心里烦。吵得我再也受不了了。我用最后一点意识拨通了120。几个小时之后我就醒过来了，手臂上还挂着水。床前站着一个护士。年年呢？他有片刻愣神。年年是。我撑着床沿，想要坐起来，身体还有不听使唤。护士扶了我一把。我要回家。你的身体还很虚弱，还不能。我要回家。我垂下眼，固执又不讲理地重复了一遍。这里没有年年。我要去找年年。我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。手机里还有宋随发来的消息。我没有看，直接把他拉黑了。门一打开，米白的小狗立马扑进我的怀里。年年在我怀里一直叫，一直蹭，又一直舔我。我抱着他，眼泪忽然就落下来了。所有压抑的情绪爆发，像洪水猛兽。我抱着他坐在客厅冰冷的地板上，哭了好久，哭到眼睛都肿了。最后我把脸埋在他身上，用只有我们2个能听到的声音。年年，我们走吧。我想去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。只有我和年年，还有爱。怀里的年年不知道听没听懂我的话，只是用他的眼睛认真地看着我，然后慢慢的、仔仔细细的蹭掉了我脸上所有的眼泪。世上无人爱我，但小狗会。小狗会一直爱着带它回家的那个人。年年会一直爱岑念。我连夜赶去了一座海岛，在疗养院里住了下来。海岛的生活和我期待的一样美好。白天陪着年年在沙滩上玩，和镇上的人聊天，晚上就在海边散步。我很喜欢海，一望无际的波涛和带着咸味的海风。只要看着大海，心情就能莫名其妙地平静下来。我雇了一个护工，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漂亮又能干。帮了几天忙之后，我告诉她后面可能会更辛苦一点。她瞧着我咳出了鲜血，问我是什么病。胰腺癌。我随手将擦血的纸丢掉，回复她。赵棉却一下红了眼眶。我有些慌了神，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女孩子看着我，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。念念姐，你才20多岁。她的眼泪落在我的手上，灼得我手发烫。胃食膜会得这种病啊？女孩子才容易和女孩子共情。哪怕我们其实相处才不久，哪怕其实她还并不了解我的生平，可她为我感到的难过与悲伤都如此真切。我其实并不伤心的，因为习惯了。可是当她小心翼翼地握着我的手，哽咽着问我很痛吧的时候，我还是掉眼泪了。病痛早就已经将我折磨得不成样子。从我睁眼，疼痛也与我一同醒来，然后如影随形。我吃不下饭，所有那些曾经的美味，在我看来都如同嚼蜡。我不敢吃饭，因为吃完会更痛。
痛苦不仅仅是生理方面的，失眠导致的神经衰弱，无人倾诉，我只能自己日复一日地咀嚼着这些痛苦。陪在我身边的只有年年。小狗不会说话，只是在我难受的时候围在我身边打转，急得叫唤。我抱着它的时候，它就不叫了，只是安静地舔我的手。很痛，我告诉它。这句话像诉苦，又像撒娇。本来应该说给爱你的人听，可我找不到人说。我不能和爸爸说，因为他的女儿只有苏糖。我不能和妈妈说，因为妈妈已经是别人的妈妈了。我也不能和宋随说，因为他在为苏糖谋划着未来。到最后，我却说给了一个还不太熟悉的人。我没有再去医院治疗，治疗只不过是让自己在苟延残喘，将痛苦的日子再拉长。我靠着止痛药和安眠药过活，一天天消瘦。偶尔照镜子，里面的人皮肤棕黄，面容枯瘦，完全看不出是个20多岁的年轻姑娘。好丑！我想，生命如迅速枯萎的花。我开始走不动了。赵冕每天推着我出去晒晒太阳，看着年年在草坪上玩。偶尔我也让他推着我去海边转转，吹吹海风。年年不嫌我丑，还总想亲我。但我不让他亲了。赵冕不问我病情了，只是和我聊天，聊我以前，聊他以前，聊八卦，什么都聊。某天他收拾东西，看见我压在抽屉的婚戒，惊呼着问我：念念姐，你结婚了啊？对啊。那你的老公？他说到一半又噤声，似是察觉什么。我只是笑了笑，他不知道。不知道我生病了，也不知道我偷偷跑来了这里。你们离婚了？赵冕一时嘴快，说完又立马捂住自己的嘴巴。没有。那他为什么？我笑了笑，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岔开话题。海岛上的日子过得很快，快乐的生活都是很短暂的。我开始撑不住了，止痛药失去了作用。疼痛已经到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地步，我吃不下任何东西。我在房间里藏了一把刀，有时候刀已经放在手腕上了，可是看着屋子里熟睡的年年，我又放下了。活着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痛苦。我很少出门了，可躺着也疼。赵冕就来和我聊天，讲到镇上的八卦。他邻居家女儿和男朋友闹分手，每天晚上都在吵架。后来女生在家里割腕闹自杀，逼着男朋友不肯分手。胡搅蛮缠，歇斯底里，在医院闹了好大一通。赵冕有些唏嘘，场面堪称恐怖，怎么会有人用自己的生命去挽救爱情？因为曾经爱得太深了，后来就变成了执念，才会耿耿于怀，歇斯底里。我望着他笑，我以前也像他，因为这辈子没有被人爱过，才会一直渴望爱。赵冕一副惊掉下巴的表情，莫看出来念念姐这么温柔，因为我有年年了。多去劝劝他吧，绵绵。最后总要看开的，他还有机会，及时止损，还能够重新开始。可我没有了。30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31，我让赵冕推我去散了步。晚间海边人已经不多了，我们走走停停，路上很安静，年年也没有叫。他推我回房的时候，年年跟着挤了进来。这几天我已经不让他进房间了。他跑到我的床边，想跳上来蹭我。我让赵冕把他抱走，他不肯让他抱，左躲右闪，又冲他龇牙咧嘴的叫，很凶很凶。年年，我喊了他一声，他又安静下来，眼睛看着我，莫名委屈。我看了赵冕一眼，他把他抱起来带走了。
门外他又叫了几声，声音渐远。我想起第一次见他，他脏兮兮的，瘦瘦的一个，看上去很可怜。后来医生说他身上全是毛病，还被人虐待过。要是能早点遇见他就好了，痛到一时涣散。希望下辈子能够早点带年年回家，让他做一只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的小狗，不用挨饿受冻，也不会被人虐待。我也能早点爱自己。后记：赵冕打开门的时候，院子外已经站了一个瘦高的人影，是念念姐的丈夫。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，身上落了一层霜，见到他时露出一个僵硬的笑，像是上了发条的木偶。赵小姐，能麻烦你带我去他常去的地方看看吗？赵冕没有说话，他并不喜欢这个人。念念姐对他的婚姻从来讳莫如深，他只能旁敲侧击问到一点关于感情的事情。他当然好奇。偶然有一天，帮念念姐整理房间时，打落了她放在桌上的书，一本笔记本掉下来，摊开。她承认自己实在好奇，趁着低头去捡的时候瞟了一下内容。她打翻的那本日记，是岑念的暗恋日记，宋绥的名字占据了大半的版面。20来岁还是想象力丰富的时候，他结合着念念姐平时说的话，拼凑出来一个暗恋多年却嫁作他人妇的遗憾往事。直到赶来处理念念姐遗物的男人出现，他的手上戴着和念念姐同款的婚戒，看见他签名时的宋绥2字，他忽然有些发懵。如果念念姐嫁给了自己喜欢了这么久的人，又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慢慢等死？又是什么让他到死都没有再见自己曾经的爱人？他想不通，但他本能的讨厌这个男人，他拒绝了。可是在早晨开门就看到他站在院子里的第5天，赵眠松口了。宋绥跟着赵眠去了岑念常去的地方，一个总是有很多人的公园，一个街角的咖啡店，一段环岛路，还有一处海滩。公园是带着年年去和其他小狗一起玩的，咖啡店他常常一坐就是一下午。环岛路在疗养院附近，不用轮椅时本来能走更远。海滩是他待得最久的地方，他和年年一起玩累了，一人一狗就偎在一起，朝着大海，安静的就像2座雕塑。宋绥一遍遍地走，一遍遍地设想。5天后，他又敲开了赵眠家的门，莫名的胆怯降临，他踟蹰着开口：“赵小姐，您能和我聊聊念念吗？”眼前的人却一下变了脸色，握着门把手的手臂颤抖。良久，他才听见他说：“不能。”对他向来冷脸的女孩情绪激动起来，红了眼睛。宋先生想听什么？听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在病痛里挣扎，听他去世时孑然一身，只有一条狗陪在他身边，还是听他死时痛苦不堪，被癌症折磨得不成人形？岑念从不喊疼，但赵眠能看见他额角的青筋与冷汗。他死时赵眠莫哭，他的骨灰被撒进海里时赵眠莫哭。送走年年时，听说他在别人家不吃不喝，只是缩成小小的一团时，赵眠没哭。可是陪着一个人，看着他的生命被病魔摧残，看着他一点点枯萎，看着他痛得要死却还是温柔平和，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捧在手里的骨灰，他怎么可能不难受？明明是大好年华，一切却都不可挽回了。赵眠的泪水大滴大滴地掉落下来，哭到不能自已，又抬手擦去眼泪。他红着眼，声音冷淡：“所以宋先生，他生病难受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他在哪里呢？”宋绥想，他在陪苏唐。
宋随在岛上待了半个月，他找到了年年现在的家。他去了好几次，想从那个人手里要回年年。接手年年的是个长得一脸凶相的男人，蛮横又不讲理。不管开多高的价，男人都不理会，甚至拿着扫帚几次想把他赶出去。他也不肯放弃，就一直去磨，被赶出来第二天再去。拖到7、8天，男人忍无可忍，站在门口骂他，骂完又问，一个小土狗，你抽什么风非要他？宋随站着，像小学生一样默默挨完了骂，听到他问时愣了愣。空气沉默半晌，男人不想管他，准备回屋，却忽然听见他说，是亡妻的遗物。5大3粗的男人回头看了他几眼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进了屋。宋随沉默地站在门口，不过片刻，他又出来，还抱着那只小白狗。男人把年年给他，好好照顾，要不然以后再见他，他要怪你喽。年年和他并不亲近，宋随带他回家，他的窝和玩具都在原来的房子里，年年却每天都待在岑念曾经住的那间屋子。宋随知道，因为那里面都是他的气味。小狗将自己缩成一团，埋在枕头上，不吵也不闹，乖得很。日子比起之前好像没什么变化。宋随还是照样上班、下班、吃饭、生活，日复一日，只不过是少了岑念。他是个成年人，饿了会吃饭，渴了会喝水，困了会睡觉。年年某天早晨趁着他开门也溜了出去，一跑就没了影。他急得到处找，最后晚上回来时，看见他蹲在家门口，黑溜溜的眼睛看着他，然后低头叫了2声。宋随将他抱起来，搂在怀里，就像以前岑念抱他的时候。家里没有开灯，一片黑暗中，宋随抱着年年，好久才叹了口气。他才不会怪我，他已经不会愿意再见他了。公司的人说宋总变了，不是变得更冷，反而变得更温柔了。宋总以前惜字如金，也总冷着一张脸，最近却莫名爱笑，不过是一点小事，他也会温柔地夸上你几句。公司里的人议论纷纷，要是宋总没结婚，那一笑真的要把我魂都带走了。宋总怎么了？被人夺舍了，怎么变了个人一样？有没有可能，女孩子捧着咖啡笑，宋总是被他夫人同化了？宋总的夫人是个很漂亮的女人，见到他们的时候总是笑着，温温柔柔的，可又干练得很。他有时候来，见到他们也会问好，从来没有什么架子。说起来，念念姐好久没来了。宋随路过茶水间，听到的就是这一句话。时间像在这一刻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。宋随站在门前，迈不开步。他不会再来了。年年还是每天都往外跑，下午又在家门口等着宋随，等他回来，又小跑着上楼，进到岑念的房间里去。宋随忽然好奇，他每天在外面做什么？他跟在他身后，看着他绕了一圈路，去公园。他找到一个沙坑，刨了一会儿土，又离开，顺着原路返回，在社区里又转了2圈，然后就回家，蹲在家门口等他回来。宋随刚开始不明白，直到某天，公园里有个女孩子摸了摸他，轻声问：年年，你的姐姐呢？年年叫了2声，然后又沉默。他忽然知道了，这是岑念每天带他走的路。岑念不在了，他还继续走。那天回家，宋随跟着年年又进了岑念的房间。小狗钻进书桌底下，叼出来一个空瓶。宋随拿着空瓶看了看，上面印着安眠药。他忽然想起那行被划掉的字，岑念死在了这一天。
可是年年救了他。空掉的安眠药瓶，门上的抓痕，被累晕开的字迹，得不到回复的短信，和本来要死在那天的岑念。那些压抑着不发的悲伤立马化作山洪海啸，将他冲垮。悔恨化成一个巨大的怪物，一下将他吞噬，又反复咀嚼。宋随瘫坐在地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那天的细节，像是自虐一般，反复回想，他到底都他妈的做了些什么。周玉3天后终于敲开了自己好友的门。苏唐给宋随发的短信，打的电话他一个没回，无奈之下才求助到了周玉。周玉站在他家门口，足足敲了有3个小时的门。宋随只穿着一件白衬衫，上面沾满各种酒渍，开门时把周玉吓了一跳。冲天的酒味熏得他只想吐，好在宋随只是看上去邋遢了点，酒味重了点，情绪还是比较稳定。和往常一样，冷着一张脸，看上去还是可以沟通的样子。好友一言不发地进了屋，周玉跟在他身后，看清屋内的一瞬间，他差点破口大骂：稳定个屁！客厅里摆满了各种酒的空瓶，被人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地上，一点也没有乱。屋内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。宋随坐在沙发上，拿起了茶几上一瓶刚喝一半的酒，对着嘴巴，仰头。疯了！周玉上前把酒抢过来，无色的液体浇了宋随一身。他抬眸看了一眼周玉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慢吞吞的又从旁边的箱子里拿出一瓶，准备拧开。宋随，你他妈疯了吧？你他妈现在没死都算命大，你还喝？周玉把酒抢过来，骂人的话只说了2句，就见好友倒在沙发上闭了眼。真他妈疯子！宋随在医院醒来的时候，睁眼就看见边上的周玉，脑袋浑浑噩噩，好像有他冲着他叫骂的场景。宋随想了一会儿，只记得自己一直喝，喝不下了就去厕所吐，吐完了就继续喝。可是他一直没醉。周玉放下手机，就见好友正躺在床上，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没时磨表情就更吓人了。周玉心头火大，你他妈！岑念走了。突然冒出来的话打断了周玉的怒火，好友声音沙哑的像砂纸摩擦。走了？去哪里了？他的脑袋一时没转过来。宋随脸眸，他生病了。什么病？胰腺癌。周玉一下安静了。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，苏唐给我打电话，说他生病了，让我去看看他。走的时候，岑念问我能不能不要去，我没回答。那天晚上，他一个人在家里吃了很多安眠药。周玉。宋随抬眸，眼神如一潭死水。你说，他最后送我走的时候，他在想什么？周玉沉默。他吃了安眠药，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时候，他在想什么？没有人回答。床上的人忽然坐了起来，红着眼，声音晦涩又痛苦，不知道是在问他，还是在问自己。你说他会想什么？周玉忽然起身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，病房的门在一声轰响中再被关上，屋内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剩他一人失魂落魄地望着雪白的墙，最后泣不成声。宋随出院后辞了职，每天陪着年年一起走他们走过的路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他照着岑念给他写的食谱学着做饭，从生疏到熟练，可是比起岑念做的，却总觉得差了些什么。后来他也开始失眠了，睡不住觉的时候，他就去翻岑念以前的日记，每一页都能找到他的名字，他就翻来覆去的看，又哭又笑。原来他曾经小心翼翼地喜欢了他这么多年。后来年年也走不动了，
它本来就是流浪狗，身体哪哪都有毛病，寿命不长。如果岑念没有带它回家，它本来要死在2年后的冬天。它不再出门了，每天缩成小小的一团，趴在岑念的枕头上。宋随也哪儿都不去了，吃了饭就陪着他。年年走的那一天，宋随在他身边，趴着的小狗忽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冲着某一处叫了2声，然后露出一个傻傻的笑，尾巴摇摇晃晃。宋随看着他想往前扑，然后又摔在床上，趴着不动了。过了10几秒，他就没动静了。宋随知道是岑念来接他了。后记的后记，睡意吞没他最后一点意识时，宋随想，原来那天岑念是这种感觉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夜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夜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